今晚后半夜到明天上午，世界杯一口气有4场小组赛，而且场场有看头。最值得你定好闹钟的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那场，英格兰打加纳。为啥这场最关键？因为这俩队首轮都赢了，手里各攥着3分。今晚是俩3分的队正面硬碰硬，谁赢了，基本就一只脚迈进16强了。除了这场，今晚还有41岁的 C 罗领着葡萄牙出场，有40岁的莫德里奇带着上届季军克罗地亚打生死战，还有当年那个金靴 J 罗的哥伦比亚。老中青新与旧全凑一块儿了。我老马今晚就把这4场从阵容、打法、历史恩怨到我压谁赢，一场一场给你讲透。先把规矩说清楚，再挨场拆。先花1分钟把出线规矩说明白。这一届跟以前不一样，今年世界杯48支队分12个小组，每组4个队，一场赢了拿3分，平了1分，输了没分。每个小组前2名直接出线。这一届还多加一条，从12个小组的第3名里头挑成绩最好的8个，也能搭上末班车进淘汰赛。所以你大概记住，赢一场拿到4到6分，基本就稳了。要是2场下来1场没赢，那就得开始算净胜球、提心吊胆。再给你交代个背景，世界杯小组赛一共3轮，今晚踢的是第2轮，这一轮最要命。踢完2场，很多队是生是死就定了大半。首轮赢了的，今晚再赢基本提前出线。首轮输了的，今晚再输基本打包回家。所以今晚这4场没有一场是走过场的，每一场背后都连着出现的生死线。看球的时候，你就盯着比分背后那本出线账，比单纯看个热闹有意思多了。还得多说一句，这届世界杯本身它不一般，这是足球史上头一回由3个国家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一块儿来办，也是头一回从32支队扩军到48支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。队多了，故事自然就多。像乌兹别克斯坦、约旦、佛得角这些以前八竿子打不着世界杯的小国，这回都能站上最大的舞台。像挪威那种憋了快30年的，也终于挤了进来。所以今年的世界杯冷门会更多，黑马的空间也更大。对咱们看球的人来说，可看的东西比哪一届都多。好，先说今晚的重头戏，英格兰对加纳，凌晨4点开球。先说英格兰这支队，今年有个炸裂的大新闻，换帅了，新主帅叫图赫尔，是个德国人。让一个德国人来带英格兰，你得知道，英格兰跟德国队那是几十年的老对头，把国家队交到一个德国人手里，国内当时吵翻了天。而且这位图赫尔选人是真敢下手，曼城的福登，切尔西的帕尔默，这种联赛里响当当的名字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直接从名单里划掉，连利物浦的阿诺德都没带。队里的核心是队长哈里凯恩，世界级的中锋，首战对克罗地亚就梅开2度，他的英格兰世界杯进球数已经追平了队史纪录。中场是皇马的贝林厄姆，20出头就是世界级的大脑，首战逆转那个球就是他打进的。边路还有阿森纳的萨卡。纸面上看，英格兰这套人马星光是真亮，深度也足，但英格兰球迷为啥总提着一颗心？因为这支队几十年来最大的标签就俩字儿：心碎。1966年本土夺冠，是他们唯一一座世界杯奖杯。打那以后快60年，海外大赛年年差一口气。1999年世界杯半决赛，加斯科因内的眼泪是一代英格兰人的集体记忆。2018年又是半决赛倒下。最近这2届欧洲杯，他们连着打进决赛，结果又连着输，一次点球负意大利，一次负西班牙，成了头一支连续2届欧洲杯决赛吃瘪的球队。所以你就懂了，英格兰从来不缺球星，缺的是临门那一下的运气和心气儿。这回换了图赫尔，配上凯恩、贝林厄姆、萨卡这批人，球迷又开始做梦，可心里那根弦还是绷得紧紧的。还有队长凯恩，他是英格兰队史的头号射手，俱乐部、国家队的进球记录拿了一堆，
可偏偏就缺一个冠军。到现在职业生涯一个冠军都没拿过，30多岁的他跟 C 罗、莫德里奇一样，也在跟时间赛跑。这届世界杯没准就是他离冠军最近的一次机会。那今晚英格兰要解决的其实就一个问题，能不能既保住前场的火力，又把后防那2个窟窿给堵上。首战他们能进4个球，说明锋线没毛病。可被克罗地亚这种老队2度扳平，说明后面不稳。门将还出了个漏子，图赫尔本身是出了名的防守型教头，他要是能把这支队的防守捏瓷实了，英格兰今年是真有机会往远了走。今晚对加纳就是第一道考题，加纳的身体和冲击力正好能试出英格兰后防的成色。再说今晚的对手加纳，绰号黑色之星，是非洲一支特别有故事的队。说起加纳，老球迷都会想起2011年南非世界杯那一届，加纳一路杀进8强，对乌拉圭，加时赛最后1秒，眼看一个头球就要破门，就要把非洲球队头一回送进4强，结果被苏亚雷斯在门线上用手把球扒了出去，乌拉圭吃了红牌，加纳得了点球，可这个点球罚丢了，最后加纳点球大战出局，那一下半个非洲的心都碎了。这就是加纳，悲情但又血性。其实加纳的足球底蕴很深，本世纪初到2011年那一波人是非洲大陆最强的球队之一，连着3届世界杯进了2次淘汰赛。队里的阿尤一家子更是响当当的足球世家，老爷子阿贝迪贝利是上世纪非洲足坛的传奇巨星，几个儿子如今还在为加纳征战，一门2代国脚。这种传承在足球世界里也少见。他们的主帅奎罗斯是个老江湖，连着5届世界杯带的是不同的队。当家球星伊尼亚基·威廉姆斯身世特别传奇，他出生在西班牙，父母当年是从加纳一路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，翻过边境铁丝网逃到欧洲的移民。他后来选择为父母的祖国加纳踢球。加纳这支队旅欧球员一大把，除了威廉姆斯，还有伯恩茅斯的塞门约、队长约丹阿尤都是英超级别的。唯一可惜的是，另一位当家球星库杜斯因为伤病这届整个缺席了。不过加纳首轮踢的是真挣扎，上半场一脚射门都没有，全靠最后时刻补射，1-0小胜巴拿马。好消息是他们的中场大将帕尔特伊这场可能回归，两队历史上几乎没正经交过手。今晚这场我老马压英格兰小胜，猜个2-1，但加纳能咬住，能进一个。这场最大的看点其实是2种足球的碰撞。英格兰是星光熠熠的豪门，板凳深度、个人能力样样占优。加纳是靠血性和身体硬扛的非洲劲旅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高强度的逼抢和身体对抗，把对手拖进乱战，再瞅准机会偷一个。英格兰最怕的恰恰就是这种节奏，所以加纳要是能在开场顶住，别先丢球，把比赛拖成一场硬仗，那变数就来了。看完英格兰，再说凌晨1点最早开打的那场 C 罗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。这场的主角是41岁的 C 罗，你没听错，41岁还在世界杯首发，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，跟梅西并列历史第1。首战他还成了世界杯历史上首发出场年龄最大的外场球员。C 罗这人不用我多介绍，国家队出场200多场，进球140多个，俩都是男足世界纪录，前无古人。可岁月不饶人，首战的状态一般，好几脚机会都打偏了。葡萄牙最后只跟刚果踢了个1-1，没拿下。葡萄牙实力其实没问题，毛病出在临门一脚的效率，再加上一次定位球没防住。他们这套人马很强，中场有曼联的毕斐、曼城的毕席，都是顶级的。今晚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是个特别值得说到的故事，这是他们国家历史上头一回打进世界杯，也是整个中亚地区第1支杀进世界杯正赛的球队，绰号白狼，全国都把这当成天大的喜事。你想想，一个中亚国家足球常年没啥存在感，预选赛最后关头顶住天大的压力，客场拿下关键1分，锁定了出线，
那一刻，全国上下是个什么场面，可想而知。对乌兹别克来说，光是能站上世界杯的草皮，本身就已经赢了，剩下的每一场都是赚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带他们历史性出现的是个临时主帅，真到了世界杯，请来坐镇的却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卡纳瓦罗。不过实力差距摆在这儿，乌兹别克首战0-3输给了哥伦比亚，葡萄牙今晚必须拿3分，肯定往死里压着打。我压葡萄牙大胜3-0，C 罗大概率能进球，他一进，又是一堆新纪录。其实看 C 罗这一届，心情是挺复杂的。十几年来，他跟梅西俩人把足球场上能刷的记录轮着刷了个遍，那是属于他俩的一个时代。2016年，他还亲手带葡萄牙拿了欧洲杯冠军。如今梅西刚在世界杯上封了王，C 罗这边41岁了，还在为一座世界杯冠军苦苦的追，这大概率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。所以他今晚每一次触球，每一脚射门，对喜欢他的球迷来说都是数着看，一场少一场。想看 C 罗的，记得定个闹钟，凌晨7点这场巴拿马打克罗地亚，我管它叫今晚的生死战。这俩队首轮都输了，一分没拿，今晚谁再输，基本就提前回家了。重点说克罗地亚，你别看他们现在小组垫底，这可是一支让人肃然起敬的队。上届世界杯季军，前一届亚军，连续2届都打进过4强。2018年那届，他们半决赛淘汰的就是英格兰，最后一路杀进决赛。他们的核心莫德里奇，2018年拿了金球奖，是公认的世界足球先生、中场大师。多说一句，这个金球奖的分量，从2018年到2017年，整整10年。这个奖只在梅西和 C 罗俩人手里来回转，别人连边儿都摸不着。是莫德里奇在2018年靠着带克罗地亚一路杀进世界杯决赛的神级表现，硬生生把这个长达10年的垄断给打破了。所以他不是普通老将，是真正定义过一个时代的中场大师。这么一位巨匠的世界杯谢幕，今晚要是输了，可能就得提前画上句号，怎么看都让人不舍。可问题是，这支队太老了，莫德里奇今年都40岁了，还是队长，这是他的第5届世界杯。边路的佩里西奇37，一水的老将，首战他们2-4输给英格兰，2度扳平，又2度被反超。下半场体能一掉，就被英格兰的速度活活冲垮，这就是黄金一代老去要付的代价。对面的巴拿马是中北美的一个小国，全国才400多万人口，2018年才头一回打进世界杯。当年消息一出，全国直接放假庆祝。可那届他们3战全败，小组垫底，一场都没赢下来。这回是巴拿马第2次来世界杯，老骨架还在，他们图的就是踢出一场能写进国家历史的比赛。今晚对克罗地亚，要是真能从这支上届季军身上抢到分，对巴拿马来说比什么都金贵。今晚克罗地亚被逼到墙角，必须赢，经验和脚下技术还是高出一截。我压克罗地亚咬着牙赢下来2-1，但巴拿马防守顽强，真要爆个冷平，我也不意外。这正是世界杯的魅力。最后一场凌晨10点，哥伦比亚对刚果金。哥伦比亚是这个小组现在的领头羊，首战3-1赢了乌兹别克，状态正好。他们的队长是哈梅斯·罗德里格斯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罗。说起这罗，2014年巴西世界杯，他一记胸部停球，转身凌空抽射的世界波，拿了那届的金靴，惊艳了全世界。如今他34岁了，速度没了，但脑子还在，依然是哥伦比亚的大脑。锋线还有拜仁的路易斯·迪亚斯，首战1传1射，火力很足。哥伦比亚这支队向来是世界杯上的搅局者，2014年靠着这罗一路杀进8强，技术流的打法，桑巴味十足的节奏特别养眼。再看对面的刚果金，这支非洲队的底子也不薄，队里像维萨、巴坎布这些人，常年在欧洲顶级联赛踢主力，身体硬，对抗强是他们的看家本领。今晚这场正好是哥伦比亚的技术流碰上刚果金的身体流，本身就很有看头。
对手刚果金也有大故事，他们绰号豹子军团。这回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，上一次他们参赛还是1974年，用的还是扎伊尔那个老国名。那届还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，罚任意球的时候，他们一名球员突然冲出人墙，把球踢飞，闹了个大红脸。半个世纪过去，他们终于又回来了。可别小看这支队，首战1-1逼平了葡萄牙，队里好几个超级别的球员。今晚哥伦比亚占上风，再赢一场就提前出线。但刚果金身体硬，防守顽强，我压哥伦比亚小胜2-1。照例，我把今晚这两个小组的出线账给你算算。先看英格兰、加纳所在的组，英格兰和加纳现在各3分并列，巴拿马、克罗地亚0分垫底。今晚英格兰要是赢了加纳，基本锁定出线；克罗地亚要是赢了巴拿马，就能从死亡线上把自己拽回来。换句话说，今晚一过，这个组谁走谁留就清楚一大半了。再看 C 罗哥伦比亚那个组，哥伦比亚3分领跑，葡萄牙和刚果各1分，乌兹别克0分垫底。葡萄牙今晚赢了乌兹别克，就能反超到小组前列。哥伦比亚要是再赢刚果，基本提前出线。所以这俩组今晚都到了见真章的时候。行啊，今晚这4场就给你唠到这儿，我再帮你排个序，方便你挑着看。最值得熬夜的就是凌晨4点那场英格兰打加纳，俩赢球的队直接对撞，看头最足。想看球星的盯凌晨1点的 C 罗，还有凌晨10点的 J 罗。想看悲情老将拼命的，看凌晨7点克罗地亚那场生死战。你要是实在困，就守一场英格兰。我今晚这4个预测全撂这儿了：英格兰2-1，葡萄牙3-0，克罗地亚2-1，哥伦比亚2-1。明天上午咱开成绩单，挨个对账，看老马这张嘴灵不灵。说真的，这一晚4场，从41岁的 C 罗、40岁的莫德里奇到20出头的贝林厄姆，新老2代人同场较劲，有豪门的体面，也有小国的拼命。这也就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从来不只是比谁脚法好，它比的是一个国家一代人敢不敢在最大的舞台上把自己豁出去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英格兰能拿下加纳吗？比分你猜多少？评论区写下来，敢预测的才是真球迷。对了，昨晚那4场的复盘，梅西破纪录那条我也做了，还没看呢，回头补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下一场接着唠。